Hello，大家好，我係你哋嘅職業策略師 Lilian，大家準備好未？一連兩集，我會帶大家打開北美 Recruiter HR 嘅神秘面紗。首先，北美英文履歷嘅叫法 resume， 大家可以喺儲存檔案嘅時候，亦都寫上 resume 呢個字眼，就唔好用 CV 呢個字眼啦。亦都緊記你每一份工都因應 job post 嘅內容，然後調整你履歷嘅內容。好啦，好多人問係咪唔可以多過2頁嘅呢？答案係因應翻你個人嘅工作經驗，調整喺2頁之內嘅話咧，都係恰當嘅。盡量將相關嘅工作內容或者係加拿大嘅工作經驗寫上喺你嘅履歷嘅話咧，咁就冇問題㗎啦。好多人問到個問題就係用 AI 去準備履歷安唔安全㗎？有冇風險嘅咧？嗱，之前我喺影片都有教大家用 AI 去改善你嘅履歷。今時今日，其實 AI 已經逐漸成為我哋日常生活習慣之中嘅工具。個重點係你點樣運用同埋點樣去安全咁運用。講多句啦，個人資料記得唔好寫上去，同埋好好拿捏你個人特色嘅真實內容。溫故知新時間，左邊開始睇，基本上要擺上履歷嘅係有你嘅名啦、聯絡電話、一個得體嘅電郵地址，就唔好用一啲好古怪嘅名去做你個 email 嘅名。係啦，所在嘅城市啦，如果你有 LinkedIn 或者係個人作品集、GitHub 或者係你網頁嘅話，都可以放埋上去嘅。咁有啲乜嘢係唔可以寫上去嘅呢？冇錯啦，今次睇下圖嘅右邊。唔好寫喺履歷上面嘅，包括你嘅生日日期、你嘅性別、婚姻狀況、個人身份證嘅 number。加拿大嘅朋友就唔好寫你嘅車牌 number 或者係SIN number 上去。你嘅相亦都唔需要嘅，宗教政治嘅取向啦，你嘅興趣都係唔需要嘅，除非你嘅興趣同你投遞嘅職業係有相關嘅。References 即係推薦人嘅聯絡方法，亦都唔需要寫喺履歷上面嘅。講緊係佢嘅電話 number 啊、名啊，亦都唔使透露住。可以好簡單就話available upon request， 因為你可以買一個時間 buy time， 即係如果你已經去到 interview 嘅尾聲 ，HR 真係問你做 reference check 嘅時候，之後先俾咧，咁你有啲時間可以揾翻推薦人去同佢做一個準備。至於履歷格式方面，我哋好似一個英文字母大街 F 咁樣去開始睇。嗱，呢個係一個人肉眼球點樣去睇履歷嘅動向嚟嘅，由左至右、高至低咁樣去開始掃。Summary 即係簡介，用大概2至3句去包含你嘅專業背景啦、長處，去突出你嘅技能同埋經驗，點解呢一份工非揀你不可。然之後咧就係你嘅工作經驗啦。喺呢一部分，我會建議大家按照時間嘅順序去填寫，由最近工作嘅經驗開始，慢慢咁去列出每一份工作包含嘅職位啦、公司名稱、所在嘅城市、工作嘅時間、主要嘅職責同埋卓越成就。啲學歷方面都係好簡單咁寫上你所學嘅學位、學校名稱。按照我自己嘅個人經驗嚟睇，喺北美市場，加拿大嘅僱主係相對比較保守嘅，所以如果你有相關嘅課程或者係加拿大認可嘅專業資格，寫埋上去就會令到你份履歷加分㗎啦。你都聽到嘅加拿大元素、加拿大內容，咁其實係啲乜嘢呢？如果你有喺加拿大嘅志願工作經驗，或者係任何同本地市場相關嘅專業認證，可以凸顯到你對加拿大嘅了解同埋融入本地社會嘅能力。記住將呢啲內容擺埋上喺你嘅履歷上面，亦都係會加大分㗎。成日都聽到有啲人話要寫啲數據喺份履歷上面，唔識寫啊，咩嚟㗎？佢哋講緊嘅應該就係 measurable achievement。呢個時候，我想介紹一個理論俾大家識，佢就係 the XYZ 或者嘅 XYZ theory。首先 ，X 係代表你做咗啲乜嘢，可以係一個行動啦、一個任務啦，或者一個 project 你係處理緊嘅。Y 就係講緊你點解要咁做。好啦，呢一個行動背後嘅目標或者係原因係啲乜嘢呢？ Z 就係個結果或者係個成果啦，你可以用一啲具體或者可以用一啲數據去分析，去 show 到你嘅影響或者係成就。大家唔使緊張，因為唔係所有嘅職位咧都係好容易用一啲量化，即係用啲數字咧去凸顯你嘅成就嘅。譬如一啲創意嘅職位啦、支援啦或者維護嘅職位、研發嘅職位咧都係比較難嘅。咁有啲乜嘢職係比較容易咧？IT 嚟講，譬如 DevOps 或者係 Sales and Marketing 銷售同市場營銷嘅職位啦，客戶服務嘅職位咧，佢哋就會相對比較容易啲嘅。我會俾啲例子大家睇，我會俾2個例子大家，一個係可以用量化嚟做例子，而另一個我哋會集中係講質素性嚟做例子。由左邊開始睇，可以量化嘅例子，我揀咗銷售經理嚟講嘅。X 就係你領導一個團隊點樣去實施高價值客戶嘅新銷量策略。Y 就係你嘅目的啦，你係想增加收入並且擴展客戶群。
好啦，個成果係點呢？成功咁實現銷售收入增加咗30%，並且喺6個月可以獲得15個新嘅高價值客戶。到右邊質素性嘅例子，我揀咗客戶服務經理。X 係你想支持團隊引入一個新嘅客戶反應系統，目的係希望可以提升客戶滿意度，並且可以改善你哋嘅服務質量。好啦，個結果係你可以促進咗支持團隊同埋客戶之間更加好嘅溝通同埋協助，從而去提升咗客戶互動嘅正面反應。如果可以嘅話，喺每段工作經驗加1至2項呢一類型嘅 measurable achievement， 咁就可以凸顯你嘅專業價值，令到你嘅 profile， 即係你份履歷更加吸引啦。第一個要講嘅就係你一定要喺北美市場認識呢個字 ATS。Application Tracking System。ATS 喺某部分嘅北美公司會用嚟篩選履歷嘅系統，因為每一個職位都有好多人去投遞，咁所以部分嘅公司會先用呢個系統做一個初步嘅篩選。咁我哋點樣可以跨越佢哋呢？我會建議用一個標準嘅履歷格式，先寫你嘅工作經驗啦、技能啦，之後就係你嘅學歷。唔好用啲太複雜嘅格式，因為太花巧嘅排版或者係圖像係有可能會干擾到 ATS 嘅。唔建議用橫線或者係斜體去寫你嘅履歷內容，亦都唔好寫任何嘢喺你嘅 header 或者係 footers 嗰度，因為 ATS 有可能會忽略咗 header 同埋 footer 嘅內容嘅。最重要嘅就係包含履歷上面加入職位描述嘅關鍵字。暫時講到呢一度，咁當然如果你想揾一個專業人士幫你份履歷睇多下，俾多個意見你嘅話，歡迎聯絡我。頭先講過1連2集，所以下一集我會教大家點樣同北美招聘人員打交道。呢個時候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下一條片最新上載嘅時間。咁可以幫你攞到面試嘅機會之餘，亦都成功攞 offer。多謝收睇，歡迎你 subscribe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YouTube、Instagram 同埋 LinkedIn account。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